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，这条是民主党候选人卡马拉·哈里斯提出了旨在降低食品和住房成本的政策。然而，一些专家认为这些计划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导致成本上升。许多选民会倾向于支持他们认为说的最少或意图最好的候选人。下一条，蒙特利汽车周圆满落幕。1934年，布加迪 Type 59运动工厂赛车成为首辆赢得 Pebble Beach Concours 最佳展示奖的保存组汽车。布加迪和梅赛德斯奔驰平分该竞赛最佳展示奖，各获得10次。然而，拍卖会销售额低于预期，为 3.916 亿美元，较去年下降 3%。让我们关注，劳氏受大环境影响，可能会不佳得保后尘。消费者因经济疲软而推迟家居装修。让我们关注，欧洲央行理事指出，欧洲增长前景风险增加，支持下月央行会议政策调整，以应对此风险。下一条，本周民主党将在芝加哥集会，全面支持卡马拉·哈里斯作为其总统候选人。而就在几周前，拜登总统放弃了自己的总统竞选，经济将是本周的一个首要议题。下一条，亚股上涨，延续华尔街强劲走势，压住美联储将暗示准备开始降息。下一条，7-Eleven 母公司 Seven 与 I 股价周二早盘下跌近 6%， 原因是前一天大涨。此前传出加拿大 Alimentation Couche-Tard 提出收购邀约的消息。下一条，澳大利亚央行认为近期降息可能性很低，可能需要长期维持紧缩政策以控制通胀。此前，央行在8月政策会议上讨论了是否加息。下面这条，传媒高管埃德加·布朗夫曼出价43亿美元收购设立雷德斯通的国家娱乐公司和派拉蒙环球的少数股权。下面这条，中国政府批准了5个地点的11座核反应堆，创下许可证发放数量的新纪录。这些反应堆的总投资额至少为2200亿元人民币，310亿美元，建设周期约为5年。按计划，到2030年，中国将超越法国和美国，成为全球核电领先国。下一条，印度股市收涨，机构投资者连续买入，钢企股或因政府反倾销调查受益，盈利增长预计会加快。预算变更给汽车制造商带来税收问题。美联储会议纪要和鲍威尔讲话值得关注。让我们关注，韩国家庭债务在上一季度快速增长，这可能会阻止央行在本周晚些时候发出即将调整政策的信号。接下来这条，普华永道因卷入恒大集团审计调查，失去其最大的中国大陆上市客户中国银行。监管机构调查导致客户流失，监管机构建议国有企业聘用审计师时应非常谨慎。目前至少有50家中国企业已终止与普华永道的合作。接下来这条，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有约35万辆摩托车出租车，缓解了城市失业率问题。然而，这些摩托车出租车也面临着安全问题和政府监管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正在谈判从波音和空客采购喷气式飞机，用于一家新的货运航空公司。该货运业务将服务于沙特航空和初创航空公司利雅得航空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